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上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表达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中经院国际经济所的副组长江太清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主持人、观众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安格 Ross 好。大家好。好，今天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呢，在这个月底大家非常关注的，也就是 APEC 领袖峰会啊，马上就要登场了。但是当中的重头戏，也就是习川会，现在全球都在瞩目。可是呢，经过了先前的很多的转折啊，到目前为止呢，看起来习川两人是会见上一面的哈。不过在这个 APEC 会前的过招啊，最近看到中美就像是打乒乓球一样，真是打得非常的火热。而且呢，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稀土战，让美国总统川普呢在接受福斯商业新闻网的采访时也坦言，他说对中国大陆发动的关税啊，这个威胁要征收的高关税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看到了，北京在祭出了稀土出口是采取事先审查这个措施之后呢，目前看起来是在12月1号才会正式的来实施，但是呢，具体的细节呢没有进一步的公布。而川普呢也一度要威胁呢，说从11月开始啊，要从中国大陆进口这些商品当中呢来加征100%的关税，甚至还扬言说 APEC 那么习川会就干脆也没见面的必要。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后来改口表示，他说什么呢？他说跟习近平相处得很好啦，认为美中之间没事的，但必须达成公平协议，而且他说这一定要公平。另外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呢，他也表示，如果北京放弃最新的稀土出口管制计划，那么美方愿意延长对中商品高关税的暂停期限。目前说法是说大概再延3个月啊，不过中方会理会吗？好，贝森特最近也才言辞批评了中方的贸易谈判副代表李成钢。而就在我们录影的当下啊，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我来念给大家听，就是川普呢再度抛了一个震撼弹。他说从11月1号开始啊，因为是在美东时间17号签署的行政命令，11月1号开始对进口的中型还有重型卡车以及相对的相关的零件课征25%的关税。而且对进口巴士要加征10%的关税。其实讲到了习川会，大家都在看这个川普好像是比较想见习近平啊，不过现在习近平就是按兵不动。可是看到美方似乎也只有一招，就是关税、关税、关税。聂老师 ，OK， 西洋拳、太极拳的这个搏斗已经非常清楚。太极拳打得很凶，打出去，3招就你讲的关税、关税还是关税嘛。打到最后，你看那只龙从海中突然跳出一只头，他想打它，哎呀，你看被我打下去，噗，身体再打，哎，发现身体这么长，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海中的龙啊，这个潜龙到底里面有多少的太极拳的实力，这个逆来顺受来回击你。是，我觉得他怕到不得了，美国怕不了，所以当然会想见习近平，因为他真的想一窥究竟你到底有什么东西。因为喊在天空中的老鹰天天喊关税关税，我要吃你，你再不听我就要打你。他喊欠了全世界，但是这只龙真的有太多的武器。你刚刚讲的震撼弹是震撼弹吗？还是关税？卡车巴士又怎样？我跟你讲哈，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如果关税这个稀土禁令，这个他的62公报本，你这个严管啊、主审啊都给我放弃，我才不科你，才再给你延3个月。第一个延3个月没有意义，第二个100%也没有意义。大家去想一下，曾经都145%了。我现在在重点，美国其实慌了，但是其实中国也是慌了，才在10月9号丢出这才叫震撼弹，就是严管和主审。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爬文。其实中国会丢出这个是有2个原因。当然，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未来的终极战争就是晶片的先进制程和稀土里面最高阶的可能军用等等的东西。可这里面都有所谓的技术、人才和基础设施的问题。证据就要技术，因为在9月20号有个潘朵拉的盒子到了白宫，竟然有一个铁杆兄弟的巴基斯坦，这个很可怕总理这个谢里夫和元帅这个穆尼尔拿到那边去打开，告诉川普，我要贡献给你，你也要保护我，印度不要只对他好，中国有帮我，你也帮我，这个严重出卖中国，使得中国害怕这个技术会出去，因为这技术里面有所谓的氟碳锡矿以及毒巨石等等的。我必须说明，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个巴基斯坦做一个很大的豪赌必输。但我要讲的是，那美国怎么办？中国当寄出来以后，刚好师出有名嘛。如果不是这件事，他师出无名，他随便打，还真的中到了贝森特讲的，他的敌对全世界，要毁坏全世界，其实完全师出有名啊。老师也看到是中方寄出的，像是美方先前对中方所实施的这个常备管辖哈。那但现在就想说 ，APEC 到底见面有这么重要吗？见面如果真的能够有实质的效果，那就算了嘛。你怎么看？我跟你讲 ，APEC 他们一定会想见面，是川普想见面。我们就可以想一下，2013年呢、美国shutdown 19天，其中在10月5号到7号，在印尼巴厘岛开了一个很重要的 APEC 第21次会议，亚太经合会议。讲不好听一点，全世界21个国家就是要稳定亚太的金融，当然也影响到整个国际经济。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国际间经济，这个亚太金融都不是最重点，就是中美贸易战。各位啊，当时奥巴马也要跟习近平刚上任的2003要见面，那是奥巴马第2任期。各位如果回想，当然这是过去式了。当时呢，奥巴马因为shutdown政府下他没有去，所以那时候一枝独秀就是习近平。这一次讲不好听，川普绝对会想去啊，那当然也希望能见到习近平，搞不好习近平。我当然不可能，但是也搞不好就不过去，然后让你一个表现。当然这个会议太重要，习近平还是会去，应该会见面，也会谈，但是谈不出东西，因为中国在后面的整个智囊团的策略在设计的时候，他们还有其他招式要出，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烧赢了，他要乘胜追击，步步为营，要让美国真的赢不下去。所以 Ross 也觉得习川会见上一面吧？目前真的是很难讲啊，问题到最后都还有变数。当然了，第一，因为政府关门啊，或许最后其实川普放弃去亚洲这个亚洲形势还是有可能，那是真的。理由是要先处理内部。但是另外是如果他们没有足够时间来准备，那中方一定会拒绝啊。川普的想法态度个性又不一样，你给他一天几个小时准备时间，他应该会说 OK 没有问题，我还是给1对1跟习近平见面。但是中方这方面是比较谨慎、比较保守，所以他就是习近平本人或他们俩，他们一定会需要几个礼拜准备的时间，所以我们真的是快来不及了。所以你觉得中方打出稀土牌是有效的吗？快答。没有，我觉得你觉得没有效？目前没有效。好，我进一步问你哈，因为这个财长贝森特他已经批评了，说北京的管制啊，说稀土出口是与世界对抗，他要拉着全球啊，跟着这个中国大陆来为敌哈。他也告诉媒体说呢，这对美国的盟友来说，他特别强调，盟友来说是一个清楚的讯号，就是大家必须团结，而且我们将这么做哈。那当然，那个国务院旗下就是大陆国务院旗下的中国网也发表文章。他特别强调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就是因应境外组织把稀土转移到敏感领域的必要之举，而且这句话很重要，中国大陆正在成为全球稀土秩序的管理者。好，有一份资料研究是这样讲哈，稀土交易所的指出呢，美国目前缺乏全面的基础设施来挑战中方的稀土主导地位。而且他们估计至少要大概到2040年才能够实施供应链的自主，就算乐观一点，也得在7年啊，也就是2032才有办法实现。所以现在说，为了这个关税，美方大概有筹码打关税战，但是没有筹码打稀土战啊。要团结网友怎么做？目前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国可以设这些关税，问题是中国的相关业者还是要赚钱。他们不能不卖出去他们的东西，这些稀土，所以即使中方有设这些限制出口管制机制的话，迟早还是要答应业者把东西卖出去。好，你讲到一个关键，就是中方还是得要卖东西，对，那美方也是一样，他还是得要买东西，所以双方就盯在那个地方，不是吗？美国还是会继续买，其实这个有点像农产品一样，目前中国不买美国农产品，这个对美国农民也是对川普是非常大的冲击。但是中方还是要买这个东西，当然他们有别的选择，他们可以去巴西或阿根廷，但是他们比较就是业者也是比较希望可以继续买美国的商品。目前有看法是认为说关税大概只能换到大豆，他没有办法换到稀土，觉得？这个其实也要看川普跟习近平到底能不能见面。因为要记得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Trump is the best negotiator， 对不对？他自己认为，什么谈判，我是谈判王，对不对？只要是有机会进行谈判的话，对，什么都可以交换，达成共识。那你怎么看稀土本身存在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说这个
现在中方长期会把稀土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哈，那让美方因为一遇到稀土就立场软化哈，所以面对这个问题，你觉得美国有什么样的对策？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也是结合澳洲，它有相关的一些稀土的策略，可是精炼的部分，就是精炼这一块还是得回到中国大陆，所以结构性问题怎么处理？这个川普政府已经有相关的动作，第一会松绑相关的许可的这个申请或核准许可的程序了。那希望这个精炼可以在美国扩大。对。那另外，川普政府就是跟过去美国政府非常不一样，已经开始直接把美国政府的钱投资相关企业。那如果再次会有类似的机会，因为前几个月国防部有大投资在一个精炼公司，对不对？7个，对。那川普政府已经说了，如果还有其他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投资了。那我相信，不管是川普政府或下一个美国总统等等，那以后美国政府可能因为这个是关键的产品。为了国防，为了美国其他的行业，美国政府可能会继续直接投资这个行业，把这个精炼拿回到美国去了。好，所以关键就是时间问题啊。姜老师，我继续请教你啊。来，我们看一下画面右边啊，这个是《晶片战争》这本书的作者啊，叫 Miller。他说呢，中国大陆的稀土许可这个合可制度的影响啊，几乎可能会遍及全球的晶片业者，但是也会加速全球发展出一个非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另外，在右下方呢，聚亨网啊，北风窗。他引述了北风窗的报道，说其实中国大陆还有一项法宝，就是全球工业用的金刚石啊。中国大陆的占比是95%啊，这个产量非常的高。那这个金刚石呢，这工业用的金刚石是具有高硬度、高耐磨度的特性，特别用在晶片生产线上，你要来切割细片的。这个细片如果不能切的话，就完了。那所以我想请这个姜老师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科普一下。稀土当然分非常多种哈，在晶片制造上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怎么看这个工业用的金刚石 ？OK， 好，那其实稀土大家会觉得说它是某一种土，那其实稀土它是17种的化学元素的总称哦。在2024年，那稀土呢，在中国其实有占70%，然后它精炼啊，全世界送到大陆去精炼有90%。那第二大稀土生产国是哪里？其实是美国哦。美国是11.5%，那其实只占1/6。那再来是澳大利亚跟缅甸的总和大概是10% 左右。所以其实稀土到处可见。那为什么现在会弄成这样的僵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高污染的东西。那高污染的话，那过去美国就觉得这种高污染的东西应该在开发中国家，比如说丢给中国啊。那比如说像半导体，美国也觉得这个东西高污染。很没有效率，所以就丢给台湾。那导致因为全球化的分工，导致现在反效果来了。现在后悔莫及啊！后悔莫及，那没办法。那我要很快的去重振整个样子的制程，我觉得现阶段来说是没有那么的乐观。那同时呢，刚提到稀土其实到处都有。那目前日本的话是在那个海里面去挖海里面的泥土，然后试着要去精炼。那刚刚有提到说稀土要用在半导体的哪个部分？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通电的东西会需要半导体，能动的东西会需要稀土。OK， 那什么东西能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马达里面的磁铁都会用稀土。那刚刚提到的研磨会用到稀土。那又提到刚刚又在说，大陆好像有个大烧招叫做人工钻石嘛。那人工钻石用在哪里？第一个会用在研磨。那第二个，他们可能会说用在切割，但是目前来说，晶片因为很优秀，所以它基本上是用雷射切割。那有一个可能也许是记者朋友，也许是物质，因为英文都是 diamond。那 diamond 还会用在哪里？新的第5代的化合物半导体，它其实就是钻石，用蒸镀的方式。那过去可能是第1代、第2代、第3代、第4代。到第5代，我们过去都一直觉得说第5代化合物半导体可能大陆追不上来。那最近有一些论文的引用，还有一些论文的发表，发觉说，没想到大陆竟然在化合物半导体这一块追上来了。OK，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更进一步的去看哈，现在从美中之间的竞争，你可以看到是中国大陆似乎抓到了川普的一个盲点或者他软肋哈。不过不是稀土，而是美股。怎么说？马上回来。
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欢迎回到节目。刚刚说到了中美之间呢，现在中方发动的稀土战啊，达到了美方的软肋啊，恐怕这个稀土还不是最痛的，因为最痛的，现在中方认为恐怕是川普眼中的美国股市。《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呢，北京已经认为啊，他们找到了华府的致命弱点啊，就是川普对于股市他是非常在意的。迪洛伊这家公司呢，在对大约4000位的受访者所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到接受访问的消费者里面呢，有高达57%的人都预计未来1年啊，美国的经济将会走向疲弱。而另外呢，高盛经济学家的团队啊，是发布了研究报告，特别指出了美国消费者将会消化55%的关税成本，而企业呢，最后承担是22%，外国出口商以降价吸收18%，另外有5%是被规避的，这是55%是最后的一个关税成本啊。现在大概预估是20%左右啊。不过聂老师怎么看哈？因为现在消费者最担心的就是我要承担大量的关税成本，意思就是说我以后买东西我会非常的买不下手，因为东西太贵了。那个谁来买单，这是重点嘛？对，是 buyer 买单 ，seller 买单，还是 broker 买单？或者这个东西，因为大家在竞争之下呢，因为贵了就都不要了，谁赚了钱？美国赚了钱，tariff 从4%到10%就可以赚2000多亿，这样会不会很多国家是20%嘛？哈？为什么会不会进入到通货紧缩？好，那我跟你讲哈，我刚才讲买单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分清楚，谁会是你什么东西买家买单？当你一个东西贵了，它还是需求的，这叫做需求弹性，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平或较低的。买家买单啊，那但是一样买家会买单的，就是另外你供给的时候的价格弹性较高的，一高他就不卖你了，你为了要怕价值空，你也要买单，这种占了55%。我跟你讲，这就是当然嘛，消费者买单55%贵了，当然就会通膨。可是你也知道，美国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很多东西缩衣节食啊，现在有很多美国真的是企业做不好，因为无薪假或各种失业的原因，它也会减少消费。一旦不消费，记得在金融海啸的时候，2008年就有一本很有名书，当然他有找我写序言嘛，我那时候写了几十本序言，就叫做《当世界不再消费》，请各位去看一下，他预估未来世界不消费完蛋的世界，这完全违反了什么？凯因斯所谓的这个对不对？我们讲说需求创造供给，所以没有需求了，也因此我要讲，你说通膨或通缩，答案很简单，通膨会涨个2-3%，通缩会跌个1-2%，所以一减就会多1-2%，就这样。所以预估现在2.5到3就会到4左右了，3点多，大概是我的想法。但是它有属于短中长期的问题，什么时候会产生，我们再去看。那你刚讲了一个，我最想谈的是，因为去年11月刚好川普选的时候，我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正好开这个金融研讨会，我是台湾唯一理事啊，在那个地方，当然我们是理事群。那时候晚上我们在这样招待的饭店里面看北京，就你讲的非常厉害的名嘴，比我们都会讲话的人在那边讲说。哎呀，川普选上了，好玩啦！我们不需要外交家，不需要政治家，找心理学家就好了。他的弱点致命，你刚刚不讲致命弱点吗？股市不完全是啊，这个摊商重利，只要影响他的心情，影响他自己本身获利，大概就是他致命弱点。预期效果。所以这就是说，北京有很多心理学家，包括稀土这些都算是。我跟你讲，稀土当然我们这个Rose讲说不会影响，我倒觉得影响是非常大，因为这个东西要研究深，你就会知道这11种稀土它的层次之高低，它的。还有我讲的是中国储物量是全世界37%，是4400万吨，以及海上所发现什么都是现在的文宣所讲的，都不一定真实，而且都不是短期你挖得出来。美国的只有180万，这储量是非常落后，只有在产量它积极的创造10几%，而中国呢却有60%，也是中国的27万吨一年，美国只有这个。讲不好听，它只产45000吨，因为它已经努力在产了，但储量远远不及，所以一上任就要抓英格兰，抓所有稀土的地方，但永远抓不到了，因为中国这一点，我看吃这个就吃定，这是他们心理学家研究出来的。对，老师觉得 Ross 太乐观了。Ross 当然我们的角度看的不同啦，这个我也没有说很悲观，就是说这个比你当美国招式，你要丢出其他的招给我看，不要每天都是关税。再关税，那我就看破眼。因为实际上人民会感受到是生活的压力了哈。Ross， 我也请教你哈，因为我们现在讲到是最近大家看到是港口费已经正式开征了，这个进入美国港口的中国大陆船只从14号开始，
这个都要被征收哈，每进吨它是用每进吨$50的费用来征收。那中方也祭出了反制措施啊，这个措施就是大陆交通运输部跟进宣布，同一天开始，就是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哈，将对美国所拥有营运、建造或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收取每进吨人民币$400，大概是$56左右的特别港务费。那金额跟美方征收的标准大概就差不多。反正就是一来一往啦，好。那么路透社就分析说呢，港口费用涵盖从节庆玩具到原油等各类的商品，而使得公海成为这全球2大经济体贸易战的关键战线哈。马上就要面临的节庆，我们刚刚讲到节庆就是感恩节 （Thanksgiving）， 还有一个美国最重视的 Christmas 啊。那个从美国这边家人给你的 feedback 什么东西真的变贵，贵多少呢？东西都变贵，这个现象是疫情就开始了，对不对？所以已经5年了。当然大家都不高兴，但是说实在已经习惯了，可以忍是不是？也不是了，但是已经不会太抱怨了，因为一直讲也没用了。其实重点是这个吗？每次去买抱怨也没用。不管是买节庆的礼物，或你每个礼拜去超市买东西，越来越贵的，大家都已经习惯了。那要看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明年的美国这个集中选举了，目前还不知道。消费行为有没有什么改变？你觉得？其实很多人已经开始，如果方便的话，就线上买东西，因为通常线上买东西是比较便宜。比如说你买大量一点，以我父母为例，以前一路都不会。都要去实体店，他们都会去实体店。那现在走网购比较多，网购是越来越多了。对，他们本来是不想选，没兴趣，而且退休了，他们还有时间去实体店买东西，这个是他们天天会有事情做了。但是因为实体店东西真的是越来越贵了，他们就开始在网络买，而且会买比较大量，这样比较可以省钱了。对，所以。面对这个美国人民的生活，现在可能会越来越辛苦哈，就是因为东西变贵了，你很多东西就买不下手嘛。那白宫方面也回应说，其实川普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呢，短时间看起来是不会有什么改变哈，也呼吁美国民众可能会经历一段过渡期。那但是呢，你听到讲到过渡期的时候笑了一声哈。问题是这个过渡期是会多久，对不对？会多久？对。但是我相信，不管是今天、明年，就是明年选举前或选举之后。白宫会坚持他们这个说法不会改变，当然他们不会认错，他们不会说因为关税政策东西都变贵都是川普总统的错或他政治的错，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说法他们会坚持说，这样我们会把制造拿回到美国。那虽然有一个过渡期，但是以后对美国经济、对美国消费者，我们这样做是比较好。他们一定会坚持这个说法。你觉得那个 period 就是那个时间点，2026马上就要期中选举了，这个压力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已经开始爆发了。现在你说大家可以撑嘛？我没有说可以撑，习惯了，大家是习惯了。但是或许不排除会影响到他们投票的明年投票的选择。那当然，共和党国会议员已经开始担心，但是同时共和党不管是总统本人或联邦众议院、参议院等等，他们也知道。其实，民主党的候选人也没有什么亮点，他们只能说东西变贵，但是他们同时缺点也很多了，所以其实共和党目前是可以认为不一定会因为这个 issue 这个议题而就会败选，不一定。美国人民真的很辛苦啊，就是面对这个川普大老板现在这样子执意要做，然后告诉大家有一段过渡期，然后呢告诉大家说这个关税成本最后呢就是大家分担。可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川普告诉大家说，其实最后的成本会由外国出口商承担，而且呢，企业也通过了转移供应链在美国本土生产，就是 Made in USA 这些商品来因应。本来以前都是 Made in China 的那可是也看到最近有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陶东他根据最近的企业调查就指出呢，目前关税压力，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他说，多半是由出口商承担30%左右，消费者承担20%，贸易商跟零售商吸收高达1半的关税压力。但他特别讲了，他说50%的关税如果都是由商家，就是刚才聂老师特别提到的 seller
来承担，恐怕不是一个可以长久持续的情况。另外，在台湾这边，中经院也发布了2025年第4季的台湾经济预测，上半年受惠于对等关税提前产生了一个拉货效应，下半年延续 AI 的热潮，所以呢，中经院他们再度上修了全年经济成长率是到5.45%。那好，两个问题第一个，怎么样观察就是美国本土生产在关税效应下之后的一个状况，张老师。第二个就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台湾似乎在这个对等关税有拿到一些红利可是我们要问的还是时间问题这个红利能够维持多久？各位应该还记得关税开始之后，有些人是疯狂下订单，然后过一阵子好像又暂缓之后又再次疯狂下订单，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说这次今年看起来表现的这么亮眼，很大一部分就如同刚刚您提到的，就是因为疯狂拉货的关系，先增加库存，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的话，究竟对于美国生产，有没有什么利基，或者是台湾会不会在后续吃到什么红利？那目前来说，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不外乎就是半导体嘛。然后我记得好像上个礼拜，其实台积电占整个台湾的股价的占比，其实已经超过50% 了。然后整个台湾的 GDP。半导体就超过20%，其实这一方面是好事，那一方面其实蛮可怕的。那如果今天万一没有什么半导体或者是被取代了，那台湾该怎么办？那再来，其实有一部分的话，就是美国希望就是他们的品牌商，我们去看，其实台湾的半导体商几乎都是代工厂商。对。然后如果美国今天要求它的品牌，比如说苹果、辉达、博通、高通，必须得在它的国家内生产的时候，台湾会怎么办？那换句话说，台湾会觉得说，台湾的产业可能会被掏空。那再用别的角度想，那其实很多国外的外国公司到处开分公司，那其实会造成什么？可以吸纳国外的人才回到母国。那其实我们台湾也是可以借由这一次也是危机，也许也是转机，可以去美国设厂，把一些美国的人、优秀的人吸来台湾，让他们了解台湾。我觉得。换个角度想，也许并不是这么悲观。我觉得人才可以，因为我们到了美国去，然后把这群美国人吸引回来台湾，来投入台湾这边的，尤其是科技相关的制造。对，因为台湾是，毕竟来说，台湾的话可以做成基地嘛，比如说研发基地。那生产的话可以在国外。那现在你看，包含台积电也去熊本设厂，也去德国德勒斯登，那甚至去美国。那也许未来会有一个变成真的是一个全球的 ecosystem。这个方式，所以刚刚讲到说 Made in USA 就是说家人也反映说我们可以习惯，美国人民啦，不是家人美国人民可以表示说习惯，但是能够习惯多久可能不一定。可是把原先是 Made in China 现在全部改为 Made in USA 也 OK。从美国消费者来说，Made in China 或 Made in USA， 如果有选择的话，当然会选 Made in USA 但是价钱可能比较贵那不是他们能控制了，对不对？如果这关税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不管多久，或下一个总统继续实施高关税的政策，那你就没有选择，对不对？中国东西会变贵，甚至以后中国来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对不对？对，美国会找不到，只有从美国或东南亚来，我们墨西哥来的东西，对不对？不过因为川普毕竟不像我们小老百姓我们这个对物价的这个感受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节目，我们来看的是在中国大陆最近有一场展会备受关注就是10月15号到17号，那第2届的湾区半导体业生态博览会，简称湾星展，在深圳福田会展中心正式开幕。来参加的有蛮多的国际企业包括像是我们所熟知的艾斯摩尔，还有泛灵半导体、住友化学、日立等等那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新秀新凯来也有参展，而他们旗下的万里眼技术有限公司呢，也在这次的展会当中出现。网络有资料显示新凯来呢，他们是出自于华为2012年实验室是由深重投
这个深重投是简称啊，其实它的全称是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全资控股的，它是一家100%国有企业。那么新凯来官网的介绍呢，它的全名是深圳市新凯来技术有限公司。他们的目标是致力于半导体装备跟零部件、电子制造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服务。不过这个更专业，这个进一步要请姜老师带我们来看啊，因为现在最近提到了半导体，尤其说这未来会是大陆之光的，就包括像北在上海这边有宇生亮，然后呢南有新凯来，不过新凯来的宇生亮也是新凯来的子公司嘛。是这样，先这样说哈。为什么今天会跑出这间公司来的话，主要还是受到美中贸易战。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先进制程，就是3点，就是我要新材料，我的制程微缩，然后再就是我的先进封装。目前看起来制程微缩的 EUV， 那美国应该还是目前是不可能卖给中国的。那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新凯来就是想要去突破这个制程微缩的部分。那同时呢，除了制程微缩外呢，我比较快，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能的话呢，我只能走先进封装，走封装嘛，哈。新凯来的设备你去看，它其实就是遍布于这几个刚刚提到的3大领域里面去走。它其实你发觉它的产品代号蛮好玩的，就是所有的群山哦，什么赤霞山、武夷山、峨眉山、三清山、普陀山哈，就是有山有佛菩萨什么东西，就世界大战的感觉。可是这一次，我觉得是在过去来说，我一直不断的去关心新凯来它到底去推出了什么专利，那其实还蛮有趣的，它也是朝向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经过10月15号的这个展一展的时候，发觉很好玩的事情，新凯南概念股啊，竟然跌了10%。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其实我有一个朋友有去看展，他发觉说都是模型。那我觉得第一个，因为他今天是受中国的重点业务也扶植，所以他必须得在很短的期限内拿出一个成绩。那我一直常说，其实，在半导体，它在开发设备，它有一个周期。以某一家公司为例的话，就是我要先3年的 demo， 然后再到他们的那个测试的一个 committee 里面，之后再到3年，3年完之后再试量产，再3年。其实整个设备的研发期程要10年。以台湾来说的话，那新凯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因为其实中国从古往以来，他们包含很传统的工具机，他们其实都是习惯用逆向的方式。那也许我在短时间的突破没有问题，可是我真的要完成整个子系列的世代的话，我还是需要给他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所以张老师您怎么看？因为这次展会，新凯来特别有号称说要端出31款新发布，而且要实施量产的。他说未来要实施量产的半导体相关设备那覆盖晶片制造5大核心技术。因为其实刚刚也跟主持人报告，就是其实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所以请人家来看一下说，因为我有去看实际的展啊，然后后来发觉都是模型，其实大家我觉得投资者一看啊也是模型，我觉得所以导致说它的整个概念股整个崩盘崩10%。15号到现在。好，不过现在看到说新凯来它的这个股权架构，我们来看因为它是100%的国有企业，然后呢，它号称是拥有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现在已经有100亿订单了所以说650亿的这个估值因为它是外界给它估的这个价值大概有650亿哦。那大陆国产设备国产率就是国产化的这个比例呢，希望从现有的5%要提升到60%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大陆的晶片自主化，也就是呢，大陆因为现在被美国封得死死的当然也许有漏洞，可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已经知道他必须要走出自己一条路。所以聂老师怎么看到大陆自制晶片的国产化的这个比例不断的提高，其实就是在提高自己的自给自足率嘛那在没有办法进口被美方这样子围堵之下，这个也是必然的现象但怎么样看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新凯来的技术水准因为刚刚姜老师也特别提到说，这次展会当中大家看到是模型，可是也许是他先给大家看模型，但是他私底下，因为他也怕美国人在看，不是吗？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模型不过我想请教主持人一个简单的问题请问大陆要自主化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觉得呢？当然，习近平上来之后，他们有非常多的大动作。我先讲有钱能使鬼推磨。请问一下，新凯来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他在2012年当时是哪一家公司里面的实验室？华为。对，他出来之后呢，好，2年后中国做了什么大动作？大扎大基金一起计划1387亿，为了什么？就是要大肆扶持半导体晶片。那你刚刚讲深重投，全资控股，我跟你讲，他们是大量在做。当然你也知道，当川普在打了1.0版，在打这个中国晶片的时候，因为他当时的版本就是抓着你的 China Creation 2025， 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写的文本。你要知道，这前一年就是2014年，非常多的大师在2013年他们到德国汉诺伊参加了汉诺伊的自动化会议，回来以后直接跟德国签了中德工业4.0，是这个是他们开始要起飞科技的那个起点。那这个节还有历史，就是我那时候也在另外一台有台里面讲，在10点在创富新闻每次在讲什么，讲华为、中兴一直被美国挡，为什么呢？奥巴马已经受不了这2家这么厉害的公司一直要吃他们的路由器当做网路，这2家公司他们号称不管华为是不是号称民营，但里面的实验室当中国就要扎钱，所以就把它抽出来，在2012年都在那时候拉出来以后就重资投入。我先跟你讲中国在丢的时候，因为美国就要质押它，所以在2018年质押之后，2019年他丢第2期的大经济计划，去查就知道2000多亿。现在因为这一次打越烈，才2023、2024打了3000多亿。中国有没有在进步？其实经济可以打，它的规划5年规划可以，科技太难了。就像刚刚讲的说，你制程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有钱人使鬼混哦。你看这次接的那么大订单，中芯国际啊，从2001年是台湾人嘛，张汝京股票被卖了以后，带了他德州仪器的一些教会朋友去成立了一个公司跟上海实业，现在25年了。他有没有成就？也有啊！你看那个 Pro 这个 Pro 60，以前那个不是美国商务部长去的时候，华为秀他一个手机，说你也做到7奈米啊。他们也在做，但是他们的技术或良率什么都还是有一点需要考验。我是觉得新凯来，你看这次接到他们的100亿大订单，长江储存、中芯国际，我跟你讲，他们也有算是有个 ecosystem， 也是他们的产业供应链，其实也已经俨然形成了。是。我跟你讲，我是这样想，可能我比较过于乐观，不管模不模型啊，我是觉得这种现象很可怕，也就是他们在，我讲这个清楚嘛，中国是什么？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个社会主义的什么市场经济。是。那这个当然西方会调侃，这个根本不叫市场经济，它是具有中国特色，国家集权，国家扎钱就扎钱，国家控股就控股，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没有错，它的很多最高端，像先进制程，刚刚讲这个制程萎缩这些地方，的确被控制很惨。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要突破，的确也很难。但他们在突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定的进程。比如 H20、H100，你给我，你不要，你设计了一个算力降到28%的给了我。对，那时候我们还是想要，结果你来以后发现我们也有了，对不对？我们全部把你退回去。你问那个寒武纪这些东西，他们也做得差不多，就把你退回去。现在你辉达啊。只要经过美国认可可以过来，他们几乎也不要了。所以其实技术上面不断的在追求突破哈。那这个技术部分呢，请教姜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啊，科技媒体啊叫做 WCC F， 然后 Tech， 他们报道说台积电在台湾本地将会展开1.4奈米生产线的初步建设，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呢并不打算使用艾斯摩尔最新的这个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光刻机，而且呢，在未来研发 A14的时候呢，必须会采用试错法来改进他们的制程啊。那这个部分怎么看？说实在的，我今天如果去投资一个这么贵的设备做出来的东西，结果是什么？太贵了。光刻机真的很贵。那做出来的 wafer 也很贵。所以变成说，其实你去看台积电，它的技术来说，基本上他们都可以去，比如说什么7奈米可以做到7N，5奈米做5N，他们其实透过他们的自己的制程改良，就可以得到一些非常好的效果。其实1.4奈米我们叫做14A 啦，那也许14A 往下走，才有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么先进的光刻机。那说实在的，那目前来说，我如果能用技术去克服的事情，我觉得依公司投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以技术克服为主了。那如果台湾做得到，中国大陆不是也做得到吗？因为主要的话就是还是回到一个点，就是我制程微缩的机器被美国卡脖子嘛。OK， 好，所以其实我们大概看到中美的科技竞争的时候，都是请国家直理，尤其是中国大陆。刚刚聂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国家作为背景，现在美国也看到了，所以川普说，那我美国现在也要来投资我的这些大型的企业哈。纽约时报还有路透啊，我们综合他们的报道说，贝森特就是财长呢，在这个 CNBC 啊投资美国论坛上面，他就宣布呢，川普政府要透过增加关键企业的持股，来收紧对战略产业的控制。那现在呢，夯不啷当总共有7家左右的这个大企业啊 ，Russ 怎么看哈？怎么样能够保证啊？因为你今天入股，
你的持股比例如果不足以能够去成为这个去 handle 或是决策这家公司未来走向的话，那这持股有什么意义呢？你觉得？太早，真的目前太早，因为美国过去虽然其实很多人认为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做，其实美国有了，尤其是有曾经有经济危机的时候，不管是40年左右，那个时候雷根总统也是投资Chrysler 汽车公司了。那2008年，美国政府也有直接来投资一些金融机关，对不对？所以不是过去美国没有这样做，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做都是在 crisis 的时候。那这次虽然有贸易战，但是不是像那几次一个 crisis， 美国就开始投资。还是川普觉得现在已经到了 crisis 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讲了，对不对？Everything is okay， 所以他不会说现在是 crisis， 只要他在执政就不是一个 crisis。那你觉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问题来了，因为川普政府只会执政4年，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上下3年多。那到时候如果这些公司，不管是 MP Materials 和 Intel 等等，如果要增资的话，说他们向他们的股民、投资人说我们要增资了，那如果美国政府也持股的话，那美国政府会拿来钱，拿钱来增资嘛？这是很大的问号。但是目前我们真的不知道答案是。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挑战，对不对？就是你说未来遇到刚刚你讲的那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好3年以后、4年以后 ，Intel 突然说因为市场情况等等的因素，我们要增资了。那美国持股那么多，那美国政府会立刻拿钱来增资吗？对，真的不知道。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回来，寰宇全世界。这一段我们来看辉达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啊，最近他出现在美国城堡证券参与2025年全球市场未来展望人工智慧与下一个成长前沿的这场盛会进行做对谈。那么他特别谈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呢，他就语出惊人说啊，他说美国出口管制啊，让辉达100%退出了中国。那曾经在辉达这边呢，是在中国大陆有市占95%的业务啊，恐怕未来都要归零啊。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原先95%，现在一夕之间有可能会归零，怎么办呢？那因为针对美国对中的 AI 政策呢，黄仁勋就因此呼吁啊，说要退后一步，回归第一原理，并且也指出了 AI 竞赛的关键是赢得开发者。而中国大陆呢，拥有全球大约50%的 AI 研究人员，还有包括顶尖大学、浓厚创新的氛围啊。这个7月份呢，黄仁勋在北京也曾经告诉过媒体记者，他说技术领先需要庞大的市场。他还特别讲了一句话，针对华为的，他说任何低估华为和中国制造能力的人都非常天真。所以黄仁勋是不是意有所指？美中之间其实应该走的是竞合，而不是竞争，是这样子吗 ？Russ 怎么看？黄仁勋他的立场是非常清楚，他一直说，美国不要管那么多了，不要限制那么多了。他说至少中国会 catch up。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非常熟悉科技业，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有这个能力，就是追上只是迟早的事情。世界跟钱的问题，但是或许不管他们投资多少钱，有多少人力，那或许会未来几十年还是会慢一步，不管是美国或台湾，但是都会迟早都会 catch up。那黄仁勋也是很直接就讲到这件事情啊，所以他真的认为这些管制是没有意义，而且他也很坦白说，他觉得他 NVIDIA 在中国大陆的 customers 客户不是军方，所以人家说，你的晶片是中方会拿来用在军事设备、武器等等，那他一直否认，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立场不会改变，不管美国或批评着媒体、学者说什么国会议员等等，他还是会继续保持这个立场，说，我的 customers 我都是私人企业，不是政府，不是军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黄仁勋啊，也认为说他其实是蛮适合当外交官的哈，但是
他现在面对是2个非常强的，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习近平，他夹在2个人中间之间，你觉得他那个角色要怎么拿捏？Be everybody's friend， 对不对？很明显 ，Be everybody's friend。他的 approach， 他的 style 就是还是跟大家都保持朋友。所以今年我已经忘了他有几次去白宫跟川普见面，而且有公布什么美国大型投资案，NVIDIA 都有加入一些 data center 等等啊。那另外，川普去中东的时候，去沙特阿拉伯，黄仁勋也有参加。对。最近川普总统的9月份去英国的时候，黄仁勋一样有参加了，也宣布在英国打投资案子，对不对？所以到目前为止啊，他跟川普总统的这个 cooperation 这个配合度是非常到目前为止非常顺畅了，而且很明显，川普希望他，这个很重要。如果川普觉得我跟这个人合不来。那川普总统就不会那么多次邀请他来白宫，但是很明显，川普认为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企业家，所以我们也不排除，也许 APEC 他有可能会跟着川普一起去。如果有的话，不会意外啊。好，因为我们讲到的黄仁勋，其实大家就会想到他先前的那个被他就是说被他取代了，就是马斯克哈。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黄仁勋似乎有刻意保持跟川普之间的距离，你觉得为什么？我不会做这个类比了，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Musk 觉得我要虽然我是X 平台，我是 Tesla、SpaceX 董事长，但是我那个时候为了帮忙我的好朋友川普，那我就愿意几乎是 full time 全职来加入这个 DOGE 这个 Doge， 对不对？所以从1月底到5月初。他几乎都是 full time 全职，都是在白宫做这个政府的改革。那黄仁勋从来没有这样做，对不对？黄仁勋我们都知道，他忙着飞来飞去中国，飞来台湾，参加论坛，接受媒体访问。另外还要去新公司啊，跟川普去中东、英国等等。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从来没有 full time 跟川普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这个类比是我不认同了。OK， 其实每个人的考量是不同的哈，因为这个。当然，黄仁勋跟马斯克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对黄仁勋来说，要追求企业获利，追求增加营收是他的主要目标。辉达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哈，虽然说已经连续3年下滑了，但是到2024年年底啊，大家算了一下哈，中国与香港合并的收入仍然达到了171亿美元，年增66%，占全球营收的13.1%。蛮多的哦。好，今年7月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辉达曾经申请 H20晶片出口的许可，但是几经波折呢，中方最后是决定不买，后来还衍生出说要不要再卖一个 B30A， 当然也被卡关了啊。那中方的技术团队靠着庞大的工程师啊，正在协助中国大陆的企业，像是适配通义啊、DeepSeek 这些国产模型，要追赶辉达晶片的效能，而且要挖掘现有硬体潜力的性能。另外，讲到这边特别，刚刚老师也讲到人才，聂老师也讲到说，其实华为也挖了很多辉达的优秀的工程师啊，所以中方现在看到他们领先的 AI 公司，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DeepSeek 啊，还有阿里巴巴、月之暗面啊，这些在训练大语言模型 LM 仍然是重度依赖辉达的 GPU。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大陆国产的 GPU 什么时候会取代辉达，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这个连黄仁勋都非常的关切在意。黄仁勋也坦白说，他说目前辉达所有的股东都预测假设中国大陆的业务万一变成0的话，但是他仍然对川普的政策调整抱持希望，希望继续向美国政府解释、提供资讯，争取改变。好，争取改变，川普会接受吗？老师怎么看？毕竟以黄仁勋来说，他还是企业家，中国市场还是很大。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中国做了很多的应用。那过去大家觉得可能 DeepSeek 也许是昙花一现，没想到现在中国政府要求他所有的下面的单位要使用 DeepSeek 来去做办公。那这样子有一个什么好处或坏处呢？就基本上它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训练。那跟台湾比起来的话，或者是跟 OpenAI 比起来的话，它有很多属于自己的资料可以去训练出自己的一套模型。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的话，大家想说，是不是因为军工的关系，所以黄仁勋不能卖东西到中国？那其实我觉得，以军工除了军工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智慧制造。
因为你看到他来台湾很多次的发表会，他就是在一开始是秀DigiTwin 数位孪生嘛，哈，然后再是造那个智慧工厂，那到现在上一次来是秀他的机器人，就那个 Jensen Thor。对。所以你看哦，它其实是有一套的整个所有未来的我们的愿景，可以用到 AI 或者是用到他们家的产品。那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市场，虽然说子弹炮弹一响黄金万两，可是说真的，你在和平时代靠这个赚钱其实是比较务实的哈。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今天大陆自己做出它自己的一套系统或 AI 的话，也许没有 NVIDIA 那么强。可是问题是我就可以去慢慢取代黄仁勋的 NVIDIA。那还有一个部分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他们想要去突破，靠什么突破？很大一部分他们是用很多的记忆体跟很多的硬碟。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接下来硬碟跟记忆体的股票会大涨。其实最近已经看到 HBM 的相关的股价哈，还包括整个这个市场非常的畅旺啊。好，10月初哈，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 DeepSeek 它发布了 DeepSeek V3.2。这个 EXP 的模型啊，随后也看到了包括寒武纪还有华为、升腾这些中国大陆国产的晶片纷纷宣布适配，华为甚至还公布升腾910系列晶片的量产计划，在2026年的第一季呢就要推出升腾950 P2，那么采用华为自己研发的 HBM 嘛，到2028年的第4季的季度的这个时候呢会推出升腾970。好，那么现在就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 AI。它不只是一个单点啊，聂老师，我们看到是它着重在整个生态系啊，当然它也可以看到说供应链是一条非常广跟长的一个条链，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怎么看？我刚刚有讲，它这整个中国的供应这个生态供应链已经非常的不能说这么的完整，但这基本上面面俱到了。那你不管在哪一个这技术研发，从最早从这个安徽啊3纵3横这个安徽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到甚至深圳的各个科技的这个发展，你要知道它，你看你从软体这个生成 AI 这个 DeepSeek， 你到这国产晶片，你不管寒武纪啊、华为、升腾，我跟你讲啊，这是非常特别的。中国想做什么东西呢？它就有可能会比一个它原来已经有的东西出现之后会追上你。你是讲北斗卫星现在会比这 GPT 差吗？你再讲一下这个所谓的百度地图会比这个 Google Map 差吗？我跟你讲，现在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刚刚有讲中国啊，现在拥有全世界研发人才50%以上，人才真的很重要。